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转入陆上模拟甲板的试飞。舰载机着舰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对于我们来讲，目前有2大难题：第一，没有教材；第二，没有教员。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还是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总给我们讲课。哎呀，各位千万别鼓掌，我真的不是讲课，咱们是交流。我是搞飞机研制的，至于让舰载机成功着舰，我是外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第1代舰载机成功的上我们自己的航母。怎么上？这真是个难题，没有经验。开个玩笑，我们总不能把航母开上码头，然后呢用吊车把飞机给吊在航母上吧？那不是太出洋相了。所以说，要想让舰载机成功的上航母，首先要过下面几道坎儿。第一，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我们如果找不到舰体，一切都是零。第二，让舰载机成功的着舰。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啊，这个屏幕上的甲板长205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啊，我们分4道阻拦索。第1道阻拦索离舰尾太近，万一挂不上就撞上。第4道阻拦索如果挂不上就掉在海里。所以要求我们要落到第2、3道索区，就是这个大白点。这个大白点就是我们安全的着舰区。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的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的落在这个大白点上。以前都是听说航母的着舰点小，没想到这么小。陆基的跑道是3000米，航母的跑道只有205米。怎么不是有那个灯光辅助系统？有灯光。那么第3个环节就是挂索。我认为着舰的关键问题就是挂索。梁总，挂索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我们大家也掌握了，在飞机起飞重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样的速度区间可以成功的挂索？是这样的，地面挂索和空中着舰挂索是2码事，我们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地面挂索得出的经验适合于海上着舰挂索？好好听。秦大队长说的对，这就是问题。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挂索、人机索的适配性试验，这些数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助性的思考，真正实践是什么样，能不能成功挂索，我们并不知道。我来插一句啊。为了试飞过程当中提高着舰挂索的准确性，总指挥要求我们呢，在基地 B11科目中只设1道索，如果挂不上，就算失败。秦大队长说的对啊，一旦挂索失败，再想起飞那就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一大技术难题。梁总说的没错，因为没有谁能真正做到100%的挂索成功，失败后必须立即实现逃逸复飞。这项技术乍看起来跟着舰无关，但是只有熟练地掌握这项技术，才能确保一旦着舰失败，又能马上飞起来，获得2次着舰的机会。据说，每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都把这项技术看成是舰载机着舰技术中一大关键技术来突破掌握。陶政委说的对。我们下面讲一下灯光助降系统。2战的时候呢，英美有大量的舰载机要着舰，怎么能落到这个窄而短的还有斜角的甲板上呢？他们就找了一批专业的着舰引导员，用信号旗引导飞机着舰。梁总，您说的这个引导员也叫着舰指挥员 ，LSO。对的，但是这个着舰引导员可是不好当啊。
不但要求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指挥经验，而且还要求他们有非常好的目测能力。但是海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人的目测会出现偏差，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故。1952年，英国的海军中校格特哈特通过他的女秘书对着镜子画口红的动作受到了启发，他就设计了一款光学助降系统。助降镜就是一个大曲率的反射镜，用灯光打到反射镜上，形成一个坡面。真聪明啊！但是问题又来了，航空母舰随着浪和涌上下的浮动，反射镜打出来这个光是不稳定的，它还是会出现事故。那怎么办啊？所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英国人又研制了更先进的透镜光学助降系统。它的原理和助降器呢比较相像，但是提供的信号有利于修正方向，减少误差。60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富兰克林号航母上安装了第一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走吧。你先回去吧，我再飞一会儿。班长、副卫，饭得一口口吃，这着舰也得一步一步来。我问你个事儿，你玩的那些飞行游戏里边有没有舰载机着舰的环节？当然有了，实操怎么样？做得好吗？有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还不错，讲2个国家航母的海战。其实啊，就是这2个国家最新舰载机之战。走，看看去。哎，那就是个游戏，你还要在游戏里找灵感。那也得试试。走，走啊！这里边还有第5边飞行，那你看看，都有。你看啊，降低高度，调整姿态，控制速度，借助灯光助降。接下来就是着舰了。挂锁，成功。怎么样？这个游戏确实做得好，连我这个职业飞行员都挑不出它毛病，说明参与制作的肯定是军迷里的电脑高手。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模拟机上可以加载一个新的程序，结合我们的机型，把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都考虑到，那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实际飞行挂锁的成功率就会加高，让我们少走弯路。那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啊！不是有专家团队吗？但在之前，我们自己先得设计出一个初级的模板。你也没睡啊？睡不着。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所以这次挺奇怪的，直觉阳。跑步真的管用吗？对我还行。5年的感情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结束了？你怎么不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呢？叫你去还能安静结束啊？那倒是真的。哎，你还相信爱情吗？相信。
只是我不相信我还能遇到。这次回家吧，我妈又问我男朋友的事儿，说我找着一个，太真心了。哎，谁这么可怜呀？又被你拉来当挡箭牌。你不觉得我跟康延成有点合适吗？前两天谁跟我说，哎，那个江海不错。这次是真的。哎，明天你不是要为他们催眠吗？你帮我问几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呗。啊，朵妮娜，你第一天跟我工作，催眠的时候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不知道吗？拿这个开玩笑。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单身呢？我巧克力吃完了。懂，我懂。问政委。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一两。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转入模拟着舰训练。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告诉我一组数据：从空中着舰起始距离和高度准确找到航母着舰区，并在中心点降落，比步兵瞄准标准靶打出10环还要难。同志们，吃大苦、遭大罪的日子就要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于涛，到出列。上次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第一试飞员是你，今天轮到我了，由你来担任 ILSO。是，吴强，到出列。今天由你作为僚机伴飞。是。动幺动拐，准备好了吗？动，我是动拐。动幺报告，准备完毕，准备完毕。首长好，首长。怎么是你啊？秦大帝呢？首长，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航母平台又一次海试结束了，我回来透透气。怎么，我不能来吗？首长，我们已经报告过了，今天进行第一次着舰试飞，不过八字还没有一撇，您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您先休息休息，等我们这边有名堂了，再请首长过来指导。啊，你撵我走呢？首长，我怎么敢呢？别告诉秦大帝说我来了啊！是。动，我是动幺，请求起飞。动，我是动拐，请求起飞。可以起飞。动幺收到。动拐收到。动幺，
我是东莞，感觉怎么样？我很好，注意观察，寻找着舰区。明白。东耀，飞起来才发现比想象的更难。东莞，下降高度。明白。东耀，发现着舰区。强子，我捕捉到了助降系统的灯光信号了。太好了，看你的了。飞起来了。是啊。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是会动吗？东耀，怎么了？飞得不稳，我怎么把8个字忘了？准备下降。调到。看出什么问题了吗？没把握呗。大爹，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是问，什么原因？最后到着舰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降系统了。武将飞王告诉我，东莞呼叫，发现灯光辅助通道。东，我是东莞，发现灯光辅助通道，东莞要求着舰。东莞，我是动幺，沿灯光下滑系统追求着舰。明白。王参谋，把所有的着舰点都在图上给我标记下来。不行，飞完了。
这儿吧？是这儿吧？是的。大队长，要不我试试？可以，祝你成功。动摇，栋梁请求捉舰，栋梁请求捉舰。栋梁，我是动摇，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捉舰。栋梁明白。这么飞没戏的。那你说怎么有戏？一会儿飞给你看。哎呀，怎么还是落到指定区域啊？走，过去看看。盯一下。于涛，怎么回事？带着政委，我尽力了，但还是没控制住。于涛，别着急，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摸，这一时摸不着啊，也是正常的啊。好，那先这么着，接下来让谢振宇飞。谢振宇登机。哎呀，看你的了。动摇，动三报告，说，这么飞不出一条直线。为什么？为什么要飞出一条直线？因为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这个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必须得有极高的速度。但你能用这么高的速度着舰吗？出发。东三明白。动摇，动三请求着舰，动三，动三，我是动摇，注意灯光下滑通道，沿下滑通道着舰，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动摇，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动三，我是动摇，同意适当保持巡航速度，但要适可而止，安全第一。重复一遍，适可而止，安全第一。明白。哎，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看到了吧？他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高度、准确地借助灯光下滑系统指示通道，着舰、挂锁。下来。他要这么落下来吗？加速了。这飞机能受了？快检查飞机！
又要挨骂了。政委，来把这个给你。好，算不错了。张司令，你去看看，怎么能这么乱呢？是。秦探队长，谢振宇好样的，只有他一个人落进了涿靖区啊！司令，他虽然是落到了涿靖区，但是离涿靖的中心点还是太远，还是不能挂锁。大队长，我这把蒙的还行吧？哎，大弟，我去看看他。振宇，飞得不错，谢谢张司令。赵文，哎，去把这个谢振宇给我叫来。是。报告，进来。赵文，你先出去吧。是。怎么回事？今天你不但没有减速，相反你还加了速。报告大队长，风太大，为了控制住飞机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我不能过分减速，而且我事先向你请示过。别说向我请示过，我同意的是适当保持速度，并没有让你全速下降，更没有让你加速。请听我解释。你解释什么？你以为像你那么飞，真的能飞出一条直线吗？真能像子弹打靶打10环那样落到着舰中心点吗？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飞机，不是子弹，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像子弹出膛那么高的速度。今天只是试飞，我就不处分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今天怎么了？怎么不解释了？往常这个时候你总有一堆的理由，今天怎么不说了？我还没想好。你还没想好？没想好你就敢飞啊？你这么做是对谁负责？是对试飞工作负责，还对你自己负责？行了，回去准备准备，马上吃饭了。是。今天下午我们继续飞，每个人都飞一次。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啊，不能老是想着从加速这条路上去想办法，而是要开动脑筋，要想一想怎么沿着灯光下滑通道去完成着舰。关锦麟，到。今天你第一个飞。是。出发。一群人落不到中心点上，还飞，告诉试飞大队都回去，把秦大帝给我叫来。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首长到这儿了。我过来是来挨训的，你来干什么？不想让我看见你挨训，你秦大帝还怕丢人？看我丢人你高兴啊？不是，搞什么名堂？飞成这样还飞，有什么意义啊？你给我个解释。
报告首长，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请首长批评。批评你怎么了？你还批评不得了？我不是要批评你，我是让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干。报告首长，我这么干是跟首长学的。之前首长不是说过吗？我军传统练兵一共分2条，第一是基础训练，循序渐进，从基础到连贯，然后由连续到应用。第2条走群众路线，大家一起攻坚克难，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你不要拿我的话堵我的嘴，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报告首长，捉奸是非，我们毫无经验，我们现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全大队在一起都在集思广益，争取找到突破口。你看看，都落成这样了，你还从哪儿找突破口啊？虽然落得不好，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正在想办法。我相信突破口会尽快找到的。走，是。哎，首长，吃饭的时间到了，留下来吃饭吧。我们这伙食不错，不像你们那儿人少，晚上吃的都是中午剩下的。是啊，首长。飞成这样，你伙食再好，我也不吃。哎。敬礼。走吧，饭还是要吃的。走吧，吃饭。现在开会啊。议题只有一个，今天全大队每位同志至少飞行了1次模拟捉奸是非，包括我在内，只有谢振宇一个人落到了捉奸区，但是还是没有落到中心点上，无法挂锁。这么说吧，全大队都不合格。现在请大家发言，都谈谈感受，找找差距。小毛，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下来之后呢，我问了江海和刘波问题出在哪儿，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的原因都一样，就是在降落的最后时刻没有用灯光引导系统。武将，大弟，我觉得，对不起啊，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原因跟他们是一样的，不是说不想看灯，是根本来不及。我觉得这里边有个矛盾啊，我们既要简历降落，又要用灯光，加上风，我飞机就会不知不觉地飘出灯光下滑坡道。我飘出了这个坡道，我就进不了捉奸区。讲完了。康彦成，我觉得呀，跟这个风没多大关系。借助这个灯光下降，你就必须要飞出直线。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简历滑翔降落，这只能飞出一条线，而不能飞到点上。我同意康医生的看法，简历滑翔降落不可能落到点上，因为我们太想落到点上了，所以在降落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我们为了能够安全着陆，根本没有功夫看那个灯，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你既没有始终观测这个灯光通道，也没有落到中心点上。哎，这你说的对。就是这样。还有谁要发言？大队长，您还没讲呢，也讲讲您的体会吧。我跟大家一样，开始的时候想尽量控制飞机，想用灯光控制系统，但是后来在捉奸的最后阶段，为了能够准确地落到中心区，就忘了用灯了。老谢，你今儿飞得最好，你不发言吗？谢林宇，你为什么不发言？我还没想清楚。宇涛，你说。我和大家的想法一样。好，刚才大家的发言呢，我要归纳起来2点：一是操作层面，就是在捉奸飞行的最后时刻，为了安全着陆，忘记用灯了；第二个是理论层面，在飞机下降简历的时候，就是想用灯光飞出直线也不可能。
是这样吧？是。好，那一会儿散会以后，谢振宇还有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是。啊，再宣布一件事情啊，这个心理辅导小组让我们全大队今天晚上进行催眠治疗，一会儿政委念到名单的同志要提前准备一下。政委。好，现在由我来宣布一下名单。第一批，秦大地、于涛、谢振宇、耿建林。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谢振宇，男，31岁，海军连续3年的空王。他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良好素质，优点是反应速度非常快，敢于打破常规。夏主任，敢于打破常规，对于危险度极高的他们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我不建议跟大家说那是所谓的优点。的确，现在怎么定义谢振宇同志的一些行为，确实是难题。就像主任说的，飞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安全。但也像最近大家看到的，很多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谢振宇同志不合常规的行为和操作，反而取得了成功。这种人一般来说，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是因为他极度的自信。我觉得这个定义为时过早，你们可以在之后的观察中深度的挖掘一下。这个是不是指他凡事都要争第一的心理啊？好，回到正题，这就是谢振宇同志的数据分析。我们看一下，聪慧性、有恒性、敢为性都显著的高于常模。我可以进来吗？请。随便坐。你不用忙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问吧。你是不是在登机前，就从我和秦大队长的失败中看出来了，如果要沿灯光通道飞行，想准确地降落在着舰中心点上，就不能像在陆地上降落那样减油门，反而要加油门。加油门，那就不是落在着舰点上了，而是撞在着舰点上。所以啊，后来你又犹豫了，没有再加油门，结果你是落在了着舰区，但还是偏离了中心点。我说过了，那是失误，不是有意的。陈宇，你的理论是对的，我是支持你的。只有继续加速飞行，才能够像子弹打中石环一样，稳稳地落在着舰中心点上。像子弹一样落在中心点上，那也得看任何飞机能不能扛得住啊。我相信你在这样做之前，已经计算过了。告诉我结果。不仅仅是人和飞机，将来还有阻拦索，还有海面上的航母着舰甲板，这些都能扛住，飞机才能准确的着舰。这些数据我都没有。好，有你这个回答就够了。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把你所想的开诚布公的跟秦大队长说呢？你以为他没我们2个人聪明吗？你以为他不知道这一点吗？可他如果想到了，为什么还要带着我们去研究一种根本不可能准确着舰的飞行方式呢？因为他要的不是准确的降落，而是万无一失的安全的降落。刘主任，你们要让我做什么？
飞行是你们的专业，这是我们的专业，你就听着夏医生的指导做就可以了。他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要问我什么样的问题？大队长，您放宽心，我们这都有录像呢，都是用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放轻松。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了。好。19点55。请问您叫什么名字？秦大地，年龄44周岁。您头上的仪器现在已经开始运转，请您盯着红色和绿色之间这条窄缝，仔细的观察，用力吸气，缓缓呼气。请你仔细看向红色，红色这边的颜色慢慢变浓了，绿色这边的颜色也慢慢变得浓了起来。你会发现，红色里有绿色，绿色里也有红色，两种颜色混在一起。慢慢的，你的意识开始模糊。请问，您现在在哪里？在机场。机场。天气下雨，满天的乌云。你还看到了什么？秦毅，秦毅，秦毅，孩子呢？孩子呢？孩子呢？秦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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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长，1，捂手，2，3。好，我们的催眠结束了。好了，结束了，放松啊。哎，您别着急。刘主任，哎呀，刘主任，我刚才真的睡着了。我说什么了吗？结果我们会和每一个人沟通的。我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你经常做这样的梦吗？没有。好，今天就到这儿吧。好，谢谢。秦大队，您在走廊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如果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咱们再走啊。你放轻松，我们通过这台仪器调整脑波，达到催眠的效果。好了，好，那么准备开始吧。能不能只问是非的事？你只要仔细的聆听我的导语，配合我完成就好。放轻松，请你仔细盯好你面前这个动态变化的圆环。圆盘的内环不停地旋转、闪烁，大小也在发生变化。慢慢放松，你感觉你的双眼已经睁不开了。你叫什么名字？谢振宇，年龄31，结婚了吗？没有。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热爱飞行吗？
鲲鹏。快看，山鹰，它比风筝飞得更高。对啊。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那你小时候快乐吗？爸爸不是很厉害吗？他没爸爸，他这儿养孩子。我没有养孩子。小雨，小雨，你没事吧？上学，听话，你要上学，你不能让人瞧不起，你不能没有出息。你看一下你的手，你手里现在有一把钥匙，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旁边的摩托车，骑车离开那里。我要拿第一，拿第一。你面前现在有一扇门，你慢慢的推开这扇门，走出来。睡着了。对，睡着了一会儿，多久？也就2分钟吧。你感觉还好吗？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我这就算是完事儿了吧？嗯，谢谢。下一个于涛。哎，催眠这么快就结束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想跟你聊聊。聊什么呀？这都几点了？你赶紧休息，明天聊。坐下。哎，你说说，你今天为什么落得这么远？今天降落的时候，我没犯任何错误。之所以落得这么远，是因为有风。我降落的时候采用的是油门控制，没有依靠滑翔降落。我前天在谢振宇呢看了一段外军着舰的视频，我发觉他们的舰载机啊，着舰的时候速度相当的快。是啊，我也看过。怎么了？从3600米的高空要落到茫茫大海像邮票大小的航母甲板上，还要落到航母甲板上着舰区的着舰中心点，这就像是步兵带着瞄准镜打超远的目标，还要命中失环。光瞄得准不行啊，还得打得上。你打得上没有用，你关键是还得打得准。所以说啊，各国航母都设立了灯光助降系统，但是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又带来了另外的麻烦。这就要求飞行员呢违反操作规则，增加速度，因为你没有速度就无法用灯，更飞不出一条直线，也不可能啊像子弹一样打到靶心。对啊，就像你说的，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不是减油门，而是要加油门。那这不是着舰了，那这就是撞舰。那这不是找死也找死啊！谢振宇今天就是这么飞的，对不对？他降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减速，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违反规定。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别那么大声好不好？我知道他违反了操作规程，但是他的飞机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他的航迹比我们任何人更加接近一条直线。最后只有他落到着舰区，我们大家都没有落到。落到着舰区有什么用啊？他没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啊！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为了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我们得加速，沿灯光下降通道飞出一条直线，然后再去撞击着舰？当然不行了。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话提醒我了，谢振宇今天的飞行啊，还是要否定的。我们这是在试飞，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允许大家试验的，但是
我们的试验一定不能违反操作规程。对，我刚才也在想啊，别说是一条直线，就是接近直线，谢振宇今天飞行的速度都达不到。这里面不是减不减油门的问题，哪怕是不减油门，它也飞不出一条直线的。那怎么才能飞出一条直线呢？要想飞出直线，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大力加速才行。你这不又绕回去了吗？那这不是着舰，那是撞舰，那是开着飞机自杀。就算是一粒子弹，它在空中也不可能是飞出一条直线的。我们知道，子弹的弹道都是曲线的。我刚才在想啊，如果真的飞不出一条直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看灯飞行？哎，对，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着舰的速度，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灯的方式？只要不再要求大家沿灯光飞出一条直线，那我们就不用违反操作规程，我们就可以像陆地降落那样减速飞出一条曲线，但是必须要求曲线的两端用灯光，直到最后安全着舰。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中间不管，着舰之前再回到灯光下滑通道的末端，最后实施准确着舰。我觉得你这个理论上是行得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点困难。那你什么意思呢？你说是直线好飞还是曲线好飞？是速度快好飞还是速度慢好飞？你现在要求大家飞出一条曲线，降低速度，还得始终保持对飞机的控制。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陆地上有风，将来海上风肯定更大。那么飞机降落的时候，飞行姿态必须要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飞行员就得非常有经验，非常细心，而且得有一颗非常大的心脏。这谁能办到？那如果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着舰方式呢？就因为太困难了，我们就要放弃吗？我们大队的这些人，只要掌握了方法，剩下的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积累经验的问题了。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不好走，但是靠谱啊。最重要的是安全，每个人不要去想为了追求一条直线，而每次下降的时候就开着飞机进行高速撞击着舰，这是不行的。行了，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实验，早点回去睡吧。哎呀，你赶紧休息啊！啊！哎，等等，哎，怎么了？你那儿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啊？腰。哎呀，你别有事没事老盯着我的腰行不行？没事。明天到医院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把结果拿给我看。明天有任务，去不了。我是大队长，不是你哥，这是试飞大队，执行命令。是。真刻苦啊！哎，催眠都问什么了？我都被他催眠了，我哪知道他问了些什么呀？多长时间？大概10几分钟吧。10几分钟，说睡就睡了。改天你就知道了。干嘛来了？庄子的《逍遥游》我看了。真的？你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如垂若垂。行了，别难为自己了。天之云，我知道你读了，有进步啊！我告诉你老谢，我现在知道你人生2大目标了：先做鱼，后做鸟。明天抽个时间，去你屋玩新游戏。你怎么知道我有新游戏？新买了一个舰载机的飞行游戏，是吧？不是你这个消息怎么哪儿来的这么灵通啊？我弄一新游戏，你给我打穿了；弄一游戏，你给我打穿了，搞到现在游戏公司都不这么接我电话了，你知不知道？老谢，咱俩可是正规军啊，不能什么问题都从那游戏上找啊。我当然知道了，
你不是说你有一个信息搜索能力极强的朋友，啊，说让他帮我们查资料，查了吗？你那个卓建的那个程序，你现在搞得怎么样了？我就等着你这资料。你这范围太大了，你能不能缩小一点？啊，行，你让他帮我查一下各航母国家的舰载机，从进入灯光助降系统起到着舰完成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我这个程序需要这些资料来搭建一个数学模型。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各国的舰载机的性能那都是公开的，要再知道时间，就知道它着舰的时速是不是你想要的撞击着舰。白天你看出来了？我又不傻，我帮你查。昨天的试飞并不成功，虽然不成功，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改变思路。怎么改变？我有一个想法。首先要改变对用灯光飞行的理解。过去我们对于用灯光飞行的理解是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昨天的试飞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操作规程来飞，我们无论如何都飞不出一条直线。昨天晚上吴强有个新的思路，既然照规程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可以在整个的着舰过程当中，首先可以飞出一条曲线，同时在两端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这样的话最终还是能飞出一条直线。有的同志会说了，这太难了。是，同志们，确实很难。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大队长，我有个想法，说，通过设备的检验，已经完全证明我们国产的舰载机和阻拦索完全能够受得了最高量级的加速冲击。那么既然是这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那是在陆地上。昨天甚至有人提出想从高空中进行高速撞击着舰，那么我就要问了，这位提建议的同志，那一瞬间人机所是否承受得住这么一撞？你们在座的每位同志，谁能告诉我？在这里，我有一点要明确啊，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任何一项技术攻关，都是为了将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摸索出可以当做规程操作的着舰技术，它会成为我军舰载机着舰的规定技术。什么叫规定技术？我的理解有两条，第一是可用，第二是安全。如果这条技术既不可用又不安全，那么我建议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攻克它。谁还有意见？报告，小毛，你说。大队长，我觉得咱们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更解放一点？怎么解放？这别管直线曲线用不用灯，大家各想各的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白猫黑猫能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只要能准确着舰不就行了吗？不行，我们是一支正在进行重大技术攻关的队伍。不是散兵游勇，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重申一点，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从头到尾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那么既然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吴强同志提出的两头用灯的方法，虽然飞不出一条直线，但是我们如果把两边灯光的点连起来，还是可以飞出一条直线的。只要能实现准确着舰这个目标，我认为就可以试一试。大队长，这太难了，也非常不安全啊。是很难，所以我才说嘛，这是一个训练的问题，也是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我还要再加一句，这恐怕还是一个心理问题。如果你没有强大的心脏，就不要进行这样的飞行了。大家听好了，在熟练程度达不到两头用灯安全着舰之前，我不会给大家提出要求准确落到着舰中心去的。
但是如果通过100次、200次的训练，你还是不能达到准确着舰，那我认为你可以考虑离开了。另外再说一件事情啊，为了让大家一开始就熟悉着舰环境，我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升起了阻拦索。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够有人成为成功挂索的第一人。于涛，今天你第一个飞，有问题吗？没有。好，出发。是。小二，谢立宇，你也过来。好。栋梁，我是洞幺。为了尽快攻克着舰技术，你可以在操作规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各种试验，但是一定不允许加力高速着舰，不允许加力高速着舰。栋梁明白，栋梁明白。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栋梁，我是洞幺，可以着舰，可以着舰。栋梁明白。报告，进来。州长。您来了，你来干什么？下去，别告诉秦大帝我来了啊！是。不是，首长，让你下去，我来看看不行吗？我还得搞得偷偷摸摸的吗？去。是。洞幺，我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入口。很好，继续照我说的办法。继续着舰，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是。洞两报告，我已脱离灯光下滑通道，保持航向，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洞两明白。回归灯光下滑通道，放下尾钩，准备着舰。洞两明白。我看出来了，宇涛飞出了一条曲线，方向保持的也不错。最后为了进入灯光通道，还加了力。但是，东三，走。宇涛虽然没有挂索成功，但是路数是对的，最后是减速降落。为了回归灯光下降通道，最后是不是要加力？加多少力，你可以自己掌握。出发。是。敢加速就是好同志，给你点赞。算是给你当了把反面教材，祝你好运啊！放心，绝不让你失望。大队长，我飞得不好，没关系，这就是一个训练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他怎么一直在绕圈子？为什么不对着着舰区直接飞下来？哎，老康，老谢，这是什么新方法呀？为什么不直接降落？是，绕了一大圈降低速度，这太浪费时间了。外军的舰载机着舰都是这么飞的，一是可以降低高度，二是可以从容的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啊，飞回来了，飞回来了。洞幺，洞三请求着舰，洞三请求着舰。洞三，我是洞幺，你准备好了吗？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洞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洞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像于涛那样飞，正常减油门降落，保持航向，保持飞机高度，争取不用加力，进入下滑通道。听到回答。洞三明白。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它掉得太深了，应当少减油门，保持速度。东三，我是动幺，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控制飞机，可以少减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加力着舰。听到回答。他这么就下来了？怎么又飞起来了？什么情况？东三，为什么没有落下来？东三报告，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所以只能复飞。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只能复飞。东三请求重新着舰，我是1正8，现在由我直接指挥。东三，我是洞，同意重新着舰，东三明白。东三报告，准备进入下滑通道，请求着舰，同意着舰。现在是试验试飞，可以大胆探索，没有禁区，危险动作除外。东三，我是动幺，我才是现场 LSO， 取消同意着舰命令，听到回答。大体，我重复一遍，取消同意着舰命令，立即拉起来。东三明白。怎么又飞起来了？什么情况？首长，秦大帝这么做也是为了试飞安全。首长，你怎么走了？我在这儿碍事，不走干什么？中午试飞完了，让秦大帝来叫我。是。武强，你怎么回来了？我检查完了，啥事没有，我这不就回来了。东三，我是动幺，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操控飞机，可以减少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不减油门，甚至不减油门冒险加力着舰。听到回复，请回复。东三明白，请求着舰，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着舰，两头用灯，中间减速，绝对不允许加速着舰。东三明白。东三再次请求着舰。东三，准备好了再报告。东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东三，我是动幺，放下尾钩，可以着舰。他在减速。阵雨车在爬升，回灯光通道飞行。命令动4出列。耿建林到，准备试飞。加油啊，老耿！加油！喂，是我。好，我马上赶过去。航母再次试航的时间提前了，我们得马上赶到海上去。首长，您约了秦大队长中午来见您啊。哦，我。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今天中午我就不见秦大帝了啊，我有点事儿。什么事儿？
我要赶到海上去。对了，有一件事你要告诉秦大帝，我总觉得他现在的路数有点不对。首长，您是内行啊，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对于舰载机着舰，我也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叫试验是非，是要通过试验是非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但是我觉得他的方法可能是有问题，至于什么问题，我现在也说不清楚。首长，您这个指示要我向秦大帝转达吗？什么指示？我就是随便一说。另外，我觉得谢振宇提出的高速飞出一条直线撞击着舰，说不定有一定的道理。我一天到晚的强调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能出事故。但是禁区不闯，怎么能找到突破口呢？好的，首长，一定转达您的命令。你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啊！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一定要向他们强调，还是要安全第一，不能出事故。但是禁区一定要闯，走弯路不要紧，怕的是不知道拐弯，一条道走的黑。这个道理我不说，他秦大帝也明白。好，走，赶快收拾东西。首长，上航母还需要收拾吗？那里已经是您的另一个家了。哦。大弟，哎，家子，到那个通知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晚上要开会。是。我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听着首长的良苦用心，我当然是知道了。行，那再见，张司令。张司令说什么了？张司令向我传达了首长的指示。看你这样子，像是挨骂了。刚开始听着像是挨骂，可后来听着听着，又像是表扬。我猜你是想多了吧？首长说，我们现在走的很可能是一条弯路，但后来又说，任何一条直路都是从弯路那儿走过来的。应该不止这几句吧？还说要我们注意安全，防止出事故，要勇闯禁区。我们飞得还不够勇敢呢。赵文，赵文，大队长，去看看谢振宇到哪儿了。是。找谢振宇干什么？说起这个谢振宇啊，我反复交代他不能加力捉奸，可这小子呢，偏偏不听。哦，对了，首长还说了，说什么要接手试飞大队，可以啊。如果他要想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那请他来啊，我不干不行吗？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吧啊！报告，政委，行，你们谈吧，我走了。坐吧。不了，挨骂还是站着吧。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大队长。我今天上午不是存心违反规章制度，您也说了，试验要大胆。我其实一开始啊，你一开始并不想加速着舰，想按照我的办法去飞。后来发现无论如何都飞不到灯光下降通道。后来就改变主意了，按照自己的办法去飞了，是吗？是这样，我承认。你承认你这么飞一开始是简历，发现回不到灯光通道，后来就加速，直接撞击航母平台。你原来想的只有加速才能落到着舰中心点，后来结果证明，你这么做不但飞不到着舰中心点，反而把自己搞得是手忙脚乱。万一出事故怎么办？那会机毁人亡的。那我觉得也应该试一试，从一开始不减速，这样到了下降通道末端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加速回到灯光通道。你胡说什么？不减速，一直飞，直接砸到航母平台上。还有，你要是不减速的话，你想没想过这么做能保证从头到尾沿灯光通道飞下来吗？不减速，一直飞，你只能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你看，你也说了，只有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你胡说什么呢你？事情要是这样就简单了。你告诉我，谁能这么飞？这种方法是你能飞还是我能飞？这么飞会出大事故的。行了，不说了，
赶紧吃饭去吧。是。赵文，赵文，别喊了，赵文不在。怎么样？检查结果出来了吗？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今天检查完了，啥事没有。肯定啥事没有。肯定没事。走吧。干嘛？什么干嘛？吃饭去。哎呦我的妈呀！吃个饭你这么凶干嘛呀？吃吧。怎么都不发言呢？啊，赶紧发言呢！说说看，为什么我们的着舰点落得这么分散？王爱毛，今天发言不用举手，想说什么就说。大队长，今天全队飞得这么差，您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其实原因就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速度不够。今天机场的风速并不大，我们还飞成这样，那将来到了海上遇到更大的风速，那我们还不全都飞到海里去了？我同意小毛的话。我今天看大家飞啊，我自己飞了一个架次，明白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啊，其实跟定点跳伞啊，道理差不多。不要打比方，你就直说。是。定点跳伞运动员为了保持能够跳到那个点上，在空中他必须根据风力、风速、风向，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姿态。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虽然大队部要求我们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航向本身仍然必须是一条直线。没有速度，机身一定会受风的影响。点落那么散就可以理解了，或者说不落得那么散才不正常。我说完了。大队长，我建议我们索性把这个灯光助降系统给它关了，就让我们大伙不用灯，也不用管这个航向，什么直线、曲线，咱们都先不考虑，就自由的飞。我们目标只有一个：成功的着舰挂锁。也许这样呢，成绩还能好点。我赞同。没赞同。安静，安静，别吵吵。江海，你说。大队长，这么飞实在是太难受了，要不然明天您索性把那个系统给关了，让大伙痛快的飞一次。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这3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而且，如果真的有人飞出来了名堂，这最直的一条路啊，咱们就找到了。安静，安静，别起哄，坐下。于涛，你说说看。我不同意康彦成和江海的建议。为什么呀，于涛？大伙全都赞成。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着舰相关的书籍和视频中，都讲到着舰必须要做的2件事：一是用灯光，也就是说，必须按照灯光助降系统提示的通道着舰；二是用点，航母的着舰点太小了，一侧还有舰岛。我们的模拟着舰区是在跑道上画出来的，没有舰岛，还感受不到舰岛对着舰带来的影响，所以你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我想，我在这儿也不用提醒大家了，咱们所做的所有的试验试飞，都是为了将来上舰，所以从现在起，每次试飞都应该做到1用灯光，2用点，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讨论其他问题。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沿着灯光通道，对准了着舰区的中心线飞，不能偏航，也不能乱飞，对不对？对。而且这应当成为纪律，这就是我反对的理由。好，还有谁？下面还有谁要发言？好，既然没有人发言，10分钟之后，谢振宇、于涛还有耿建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散会。
报告，报告。进来，坐吧。今天宣布一件事情，建林同志参加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谢振宇，刚才会上你没有发言，现在说说吧。我想说的话，会上已经有人替我说了。谁啊？王小毛。王小毛的这一番话，你就更加认定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我坚定地认为全队落不好，就是因为没速度。不要再说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摸索的是着舰技术，不是练习开飞机从高空中撞舰自杀。你们俩怎么不说话？大队长，老谢这个人呢，我也不太了解。就他刚才那句话，可能还有点道理。你认为有什么道理？全队落的都不好，是因为都没有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支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就别说落在中心点上了，挂锁更不可能。我说你这个谢振宇啊，你怎么就认为现在这条路就走不通？我们才刚刚试飞，你就认为我们已经失败了？除非经过大量的试飞，证明这条路确实走不通，否则我就不相信凭我们这帮人就飞不出来。还是那句话，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剩下的就是一个训练问题。没有训练就没有经验，有了经验再总结，可以上升到操作规程层面，然后形成制度，最后形成习惯。这条路不就走通了吗？古人怎么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最后风的问题、用灯的问题、用点的问题，也就可以一并解决。真要到了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解决的话，我认为不是别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帮人能力有问题。真不行那就换人，我们这些人全部离开。行了，散了吧。大队长同志，我要严肃地提醒你，你的情绪有问题。你把大家叫来，跟你一起攻关，结果还是你一言堂。就算他们不对，你也要让大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畅所欲言，要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讲完呢。我还没有耐心呢，我够有耐心的了。我说了多少遍了？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刚才还忘了提醒这个谢振宇了，不能再我行我素了，照着自己的想法去飞，那不是乱飞吗？行了，不说这些了。你也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报告。什么事儿？明天的飞行计划还没有呢。继续执行今天的试飞计划。不要怕挫折，也不要怕失败。我也想痛快啊，我也着急啊，我想一觉醒来就明天完成着舰计划，可是这可能吗？走。赵光，您好，我是于涛。对，是我。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相关西方国家舰载机飞行员他们的着舰时间分别是多少，非常着急。老刘，哪儿找到的？哦，《天空和海洋》那本小说里头，345页，记载了西方国家航母舰载机的着舰时间。嗨，太好了，老刘，谢谢啊。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会有那么大的不同？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运动距离。你觉得他们的运动速度会差别很大吗？如果要是速度不变的话，那就是运动距离。辛苦你的朋友再帮忙查一查，他们着舰的运动距离到底是多少？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哎，老刘，那个还得麻烦你，还得给我们查一下，那个他们舰载机的着舰运动距离是多少？喂，哎，是我。查到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来，部长，到，政委应该一会儿就到，你先坐会儿。好，我去给你倒杯水。啊，你不用忙了，你去吧，我自己等政委。行，那你稍坐啊。好。报告，政委呢？还没来呢。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你呢？嗯。你也发现了，着舰速度和飞机技术参数有关。你也发现了，着舰时间不同，是因为飞机型号不同。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差不多飞出了相同的速度。但这个速度可不是损失飞行能够完成的。你就是为了这个来见政委的吗？你不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吗？我们马上和大队长要进行一场战斗了，必须要先争取盟友啊！放心，我是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我唯一就一点想不到，我们都想到了，他就真的没想到。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谁让我们年轻呢？他虽然是老，可战斗力还在。是你说他老了，我可没说啊。哎，听赵文说你们俩过来找我啊？什么情况？哎，早饭吃了没？吃了。没有。这什么情况啊？来来来，坐吧。哎，啊，来坐。你们俩谁先说啊？你先说吧。好。我和于涛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政委汇报。啊。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不同西方国家在着舰的时间和数据不同的情况下，着舰速度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推断，他们很有可能在机型不同的情况下，摸索并套用了同一个着舰程序。着舰程序？对。而且是一套规范的程序。这套程序是着舰成功的规律和方式，以后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操作规程，而且可以运用到大规模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工作当中去。如果真像你们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我们推断这个程序应该是2个部分，一部分是准备着舰，一部分是实施着舰。飞机在海上凌空发现航母，先是绕舰1周，调整姿态，把飞机降低到准备着舰的高度，跟着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最重要的是着舰环节，以国产舰载机的相关参数作为依据，再套用相关国家的着舰程序，应该可以严格规定着舰的时间和速度，在规定距离内准确着舰。你的方案跟他的有什么不同？我补充一点，在国产舰载机相关技术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着舰的时间和着舰的距离？着舰距离越长，时间也就会越长。这样对飞行员飞出一条直线是不利的。距离短，时间也就会相应缩短。但是这样留给飞行员处理紧急情况的时间就没有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着舰时间，无论是着舰时间长，还是着舰时间短，这都是不能用损式飞行技术完成的。那就是说，只能用钥式飞行技术进行着舰。是的，是的，损式飞行降落就是减速降落，钥式飞行降落
却是加速降落，这在陆地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你们俩比我明白。说白了，就是让飞机在地面上进行高速撞击，用在海上就是高速撞击着舰。这个，你们大队长是不会同意的。现在我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俩一大早来找我了。是，我们是想征得政委的支持，帮着我们做一做大队长的思想工作，再把我们这份请求提呈给一总指挥，至少让我们试一试。是啊。你们大队长那边，我只能试着说服他。至于总指挥那边，我会向他报告的。但是我认为，大队长这一关最为关键。他要是通不过，就算首长点头，他也不会让步的。哎，说到这儿啊，我提醒你们二位，在大队长没有任何你们的想法之前，尤其是振宇，要带头守纪律。你别咳嗽，不能另外搞一套，明白吗？是。行了，该吃早饭吃早饭，该忙就忙你们的，去吧。哎呀，这个我留着了啊。哎，去吧。好，吃吧。哎，于涛这里吃饭去？哎，强子强子啊，来，把门带上。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来帮我管？我问你一句啊，大地懂不懂钥匙飞行？政委，大地要是不懂钥匙飞行的话，咱们试飞大队就没人懂了。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我们之前在南海试飞歼15的时候，他就用过钥匙飞行技术。你有现场视频吗？有，舰载机研制单位肯定有。太好了。哎，我多问一句啊，你怎么样？我啊，我不行。哎，你估计一下，能够熟练掌握钥匙飞行技术的，在咱们大队占多少比例？咱们大队最多不超过3个，最少的最少只有大地1个。那另外2个是谁啊？于涛，他是空军的王牌，他估计能算1个。再一个，那就是谢振宇了，他是吴京天的学生。吴京天之前飞过钥匙飞行，这我瞎猜啊，我不敢保证，多半这小子也不会。你是小瞧我们试飞大队了，有1个人，也许也行。你说的不会是康延成吧？这小子打游戏行，那真正要飞起来，行了，强子，我知道了，去吃早饭吧。行，走了啊，去吧。今天我们继续飞，重复一遍。既然认准了这条路可行，那是咬着牙也要往前走，不怀疑。风的问题，灯的问题，1遍不行就10遍，10遍不行就100次、1000次，一直到把它攻下来为止。宇涛，到，出列，出发。是。其余的同志留下来观察。如果发现问题，晚上开会的时候讨论。我就不相信了，凭我们这帮人，就攻不下来了。机长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机械师张文迪，可是各位是。栋梁，我是栋1，可以着舰，可以着舰。栋梁明白。小高，走。是。东3到，登机。
是。洞幺，洞3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洞3，我是洞1，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下降动作。洞3明白。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洞3明白。洞3，放下尾钩，准备着舰。向高，走。洞4出列，到，登记。洞6登机。洞8登机，洞8登机。